一说到风俗业，就会想到日韩、丹麦等国家，但很少提到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国家。毕竟在他们眼中，对女性是相当的严苛。别说从事风俗业了，女性甚至连开车都不被允许，还去搞色情，那不纯纯找死吗？但就是有个例外，同样是穆斯林国家的土耳其，人家不仅搞，还把它给合法化了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了解了解。土耳其横跨亚欧大陆，北面是黑海，南面是地中海，与叙利亚、伊拉克、希腊、保加利亚、格鲁吉亚、亚美尼亚、阿塞拜疆和伊朗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78.36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8525万人，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穆斯林，而穆斯林大家都有点了解，对女性是极其的保守和严苛的。严重点的地方，如阿富汗是要求女性不能裸露一点肌肤，甚至连眼睛都得拿面纱遮挡着，整个人都被包裹在布料之下。而且这些女性不能上班、上学，没有男性陪同还不能上街，如果不遵守，那就会遭受到实刑，被石头或者砸死。当然还有其他穆斯林国家，比如伊朗，在过去不允许女性开车。虽然随着时代发展，伊朗、沙特等国都相继提高了女性的地位，车能开了，也能上学、上班之类的。但还有一个没变，那就是禁止风俗业。谁要是敢去干这一行，不仅性工作要被惩罚，就连客人也难逃一二，不是关小黑屋，就是被打死。但土耳其不同，大家都禁止的东西，它不仅要做，而且还是光明正大的做。在2016年，土耳其正式宣布风俗业合法了。同样都是穆斯林国家，沙特、伊朗那是坚决反对风俗业的，但土耳其就不。而且看他合法化的操作就知道，那是准备做大做强、再创辉煌的节奏啊！其实土耳其在此之前也是禁止的，只不过2016年却改变了念头。这是为啥？很简单，为了赚钱。该说不说，风俗业虽然是个毒瘤产业，但赚钱是真的赚。你看啊，某个日子过得不错的岛国，一年的收益就高达100亿美元之多，这还是表面上能统计到的一些数字，暗地里的就更不止这一点了。所以土耳其看着眼馋呢。虽然家里是有点小矿，土矿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22%，还有天然石和大理石也占了世界的40%，各种矿产资源一起加起来呢，也有2万亿美元。但是吧，要是把挖矿当主业，这矿一旦挖完了，那全国人都去喝西北风嘛。所以土耳其呢就打算搞点服务业出来。正巧旅游业兴起，土耳其靠着风景和历史文化，再加上土耳其地理位置又好，连接亚欧大陆，交通十分的方便，土耳其旅游业也发展的十分迅速，赚到了不少的钱。不过现在大家呢都在搞旅游业，世界各国各地的文旅那简直卷得不行，要是没有点自己的特色，游客都不会来玩。所以为了发展旅游业，土耳其就提出风俗业合法化。不是，那靠风俗业来拯救旅游业，这到底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呢？也很简单。来土耳其看完了景点，有人就会找当地特色，学习外语啊，大花特花，这样经济得到发展，政府也拿到一笔税收，游客还爽，这简直就是3赢啊！别看土耳其在此之前说是禁止的，但在搞色情这事上吧，什么保守不保守，这都是人家的老传统了。在他还是奥斯曼的时候，风俗业就已经混得风生水起。那个时候的奥斯曼已经江河日下，整天都在打仗，国家都被打穷了，普通百姓就更别说，能不能吃饱肚子都是个问题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男性都去打仗了，留守在家的女性没办法，他们只能出卖肉体来维持生存。随着加入的女性越来越多，嫖客也越来越多，而且大部分呢还都是刀尖上舔血的士兵，毕竟是地下产业，没有被管控，所以很多人都染上病，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。眼看不行的奥斯曼就打算把这个禁止掉，一旦被发现，轻则关几个月的禁闭，重则直接流放。但这依旧呢没啥用，反而还更泛滥成灾。没办法，既然禁止不了，那就只能自己管。等到后面，土耳其完美的继承了这个想法，不仅合法化了，而且还规定所有性工作者都得定时检查身体，拿到健康证才能持证上岗，而且还得在政府指定地点开店即可，每个月还得按时缴税纳税等等。但到底还是毒瘤产业，再怎么合法化，依旧逃不掉底下还有深深的罪恶。除了明面上那几千名风俗从业者外，背地里其实还有更多的非法从业者。他们一般不是本国人，而是偷渡或者是被拐卖了的外国女性。有些人呢，可能是想要来这找份工作，结果却被卖到风俗场所，手机、护照等都被收缴，想逃也逃不掉。可以说要多凄惨就有多凄惨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也发起的小手给那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